成功了！我终于研发出了可控核反应电池，爸妈看到电池一定会认可我的。爸妈，叶莉姐姐偷走了我好不容易研究出来的可控核反应电池，我一时心急想开车追上她，这才不小心擦到她的。我就知道，这个贱人从日里回来就喜欢偷，连你高中的试卷都要偷去抄袭。这个小偷当初就不应该把他找了回来。娘娘，我们赶紧进去，让程小青就在这自生自灭。走。我没有偷东西。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爸妈花了10几年时间把你找回家，却又厌弃你，觉得你是小偷吗？是，因为无论是你的成绩、天赋，还是你的玩具，只要我想要，都能一键交换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就知道这个贱人，那就让他死，就不应该把他找回来。程小青，高考呢，你不考试不要影响其他同学。无论是你的成绩、你的天赋，只要我想要，都能一键交换。这是高考考场，我重生了。好姐姐，你不是学神吗？可惜你的高考成绩是我的了。宁宁同学，你要交卷了吗？程婷婷想交换我的试卷。前世高考时，我明明所有题都答对了，但成绩出来，程婷婷是高考状元，我的成绩却只够上中专。难道重活一世，我还是改变不了命运？恭喜宿主激活反交换系统，宿主可提前看到反派要交换的东西，并阻止。系统。程小青，你发什么疯啊？你不考试就滚出去，不要在这里影响我们状元苗子程婷婷的成绩。看来只有我能看到系统。我记得前世程婷婷交换试卷后，我只上了中专，沦为程家的耻辱，被所有人耻笑。嘿，你成绩差就算了，还竟敢说大话，说婷婷偷了你的试卷。我看是你没抄到她的试卷，恼羞成怒了吧？爸，我真的全部都写对了。还敢撒谎！考官，我要交卷。检测到反派试图交换试卷，请问宿主是否阻止？看来我决定完，程婷婷才能看到交换结果。重活一世，我不会再让你阴谋得逞，阻止交换。怎么回事？交换失败了！换！怎么换不了啊？哎，程婷婷同学，你这是羊癫疯犯了呀！前世你抢走我的高考状元，这一世我就让你在高考考场犯羊癫疯。重活一世，我会拿到满分，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一个一个来说啊。各位记者朋友，让我们欢庆海城诞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位高考满分的状元。我们学校决定给予状元100万元的奖励。能够培养出满分的状元，是我们学校的荣幸啊！但是，更应该感谢的是状元父母的精心培育。让我们恭喜程先生。考官说笑了啊！我女儿能够成为状元的，主要是感谢学校的培育。我看这个状元名单，还是你来宣布吧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宣布，2070届满分高考状元就是程婷婷。大家欢迎婷婷上台领奖。哇，太棒了！
可能。哎呀，感谢学校给我的这100万支票。作为本市第1个满分状元，我想要感谢我的家人，尤其是我的姐姐程小青。没有你，我就拿不到这个状元。不行不行，这交换高考试卷要是被发现了，那我就死定了。程婷婷，你不是天才吗？为什么要跟陈小青那个学渣换试卷呢？其实，今天我犯病的时候，姐姐趁乱交换了试卷，我害怕当场揭穿她的作弊，她会做出极端的行为，甚至接受不了流言蜚语跳楼，只好暗中再换回来。您就帮帮我吧，再给您200万，即使您丢了考官的工作，也不用担心吃喝会成为我们程家的座上宾。这行吧。虽然系统偶尔抽风害我换不了试卷，但程小青，你是亲生女儿又如何？你的天赋，你的满分状元，你的父母都是我的。你怎么可能是满分状元？做对所有题目的人明明是我，而且我早就阻止了你交换试卷。程小青，在这发什么疯呢？有没有查过自己的成绩？我做全对，我为什么要查？你就考了9分啊！一个学渣，是不是以前偶尔抄婷婷的得了高分，就觉得自己是个天才了？我确实考了满分，真正的学渣是他。哎，程小青，今天是婷婷的状元庆功宴，你非要跑过来捣乱，现场有这么多的记者看着你，赶紧的给婷婷道歉。我没错。道歉！重生一世，不会再让你们有超我的机会。我回到陈家是为了还你们生下我的恩情，可是你们却处处维护这个养女陈婷婷。如今这条命我已经还了，我不欠你了。疯了疯了，你简直是疯了！程小青，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是你们把我逼疯的。考官，高考成绩有问题，我要求复核。考官，我要求调取考场监控，复核高考试卷。不行，交换系统会连试卷的字迹一起换了，他这么紧张试卷，看来他这次不是用交换系统做的弊。我复核我的试卷，你急什么？还是说你在试卷上动了手脚作弊？这么害怕被发现？婷婷，你紧张什么？他这个废物，他要复核能复核出什么东西？难道他还以为自己是天才吗？复核试卷，谁作弊谁尴尬。程小青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种自找死路的人。好，复核试卷。我就是关心姐姐，万一这考卷复核出来真的只有9分，那姐姐岂不是无地自容，了无生趣？婷婷多好的孩子呀！程小青，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婷婷都是为了您好。至于复核试卷这件事情，我作为海城一中的考官，我拒绝。我不服！一个学渣有什么不服的？从高中以来，你的成绩一直是垫底的，偶尔考一次高分还是满分，我早就怀疑你作弊了。高考成绩才是你真实的分数吧？作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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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没发现程婷婷在的时候我是垫底，她缺考就满分吗？这，我知道姐姐一直想要考高分，却又害怕婷婷揭穿，所以只在婷婷缺考的时候作弊。可是姐姐，高考不是模拟考，分数是做不得假的，你就接受现实吧。程小青，你一个学渣，屡屡作弊，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我知道你高考失利，装疯卖傻，想引起我们的注意力，但是你怎么能闹婷婷的状元宴呢？你马上给我滚出去！程小青，你还在这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滚！我的绿茶妹妹还真是善于玩弄人心，可惜今生我有了反交换系统，任你再会说话，见到考卷还不是立马露馅。程婷婷，既然你认为自己是高考满分状元，那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比？比什么？我们现场重考高考试卷。还真是不见黄河心不死！这试卷你要是做不出来，还嫌你的父母不丢人吗？丢人的是谁？等重考完就知道。不说话，你不会是不敢比了吧？姐姐这么自信，难道是已经有所准备了？哈哈哈哈！哎，我知道了。程小青，你是不是早就把高考试卷全部都背下来？到时候把答案随手那么一写，那肯定是满分呐！程小青，想翻身没那么容易。
谁说我要做考过的高考试卷？考官，你怕不是忘了，高考试卷分 A、B 卷。众所周知，B 卷中包含了各个学科的前沿课题，普通的学生根本不会做。我们海城考场已经连续10年没人选这个题了，确定你会做？我会做。你这么自信，难道？考官，既然姐姐这么不服气，那婷婷就陪她做一次 B 卷。不愧是婷婷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拿试卷。来人，准备2张桌子和文具。这 B 卷难度非常高，你们啊，有了解题思路以后再下笔。我记得 B 卷的物理最难，也最能拉开分数的差距。既然这样，我就用命题人视角反推，多维拆解法，时间折叠策略3种方法，快速又准确，保证满分。我看陈婷婷要怎么办。检测到反派试图交换草稿纸，同意交换，不就是绿茶？谁不会啊？考官，我的思路是……考官 ，B 卷虽难，但我只要运用命题人视角反推、多维拆解法、时间折叠策略3种方法，还是能做出来的。他怎么抢了我的词？哎呀，我不小心把做卷思路公开出来了。程婷婷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他怎么又抢了我的词？我哪有什么思路？卷子我都看不懂。姐姐问我的思路干什么？难不成是想抄袭我？哎，程婷婷同学不是高考状元吗？这学渣都把思路分享出来了，你怎么……咦，做卷思路就这么多？婷婷不想跟我说，怕是信不过我这个姐姐吧？我相信婷婷自己做 B 卷也能做满分的。程婷婷，你说对吗？程婷婷，你不是喜欢交换吗？答应交换，你怎么不开心了？我怎么会对姐姐藏私呢？只是姐姐从前成绩都是垫底，一下子表现出这样的聪明才智，我吃惊而已。程婷婷说的对啊，程小青什么时候这么聪明了？难道是在网上学的什么套话，在演戏？我就说哪里不对劲，差点被这个臭学渣给唬住了。某些人呐，只会打嘴炮，我啊就等着看笑话。对了，我就是等着看笑话。到底谁是天才啊？我们把这份试卷做了就知道了。程小青刚刚怎么直接说出了思路？难道他知道我交换了草稿纸？不可能，他要是知道我有交换系统，怎么可能这么淡定？刚刚应该只是巧合，学神又如何？程小青，你等着，你的试卷终究是我的。又想交换我的试卷了吗？我该怎么整他呢？完成2次系统使用，新功能已开启，宿主可修改交换物。没想到系统还能升级，之前能修改交换物了，但我交换什么呢？既然不知道换什么，那就换成程婷婷最荒唐的秘密吧。考官，我要交卷。可恶，他怎么写这么快？我还一个字没动呢。不管了，先换了吧。是程小青你自己想交白卷的，我也交卷。请问宿主想将交换物修改成什么？不要问，你会怕。你们确定要交卷？不再检查一下吗？婷婷，你确定你要交的是这个？言下哥哥，为什么你只把我当妹妹？我想做的不是你的妹妹，而是未婚妻。我让你照顾你妹妹，你就是这么照顾的？爸，不关哥哥的事。离我远点儿。哥，信上写的是真的吗？哥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交换的是程小青的试卷才对啊！惊天大瓜呀！高考状元爱上自己的亲哥，我只是来拍高考状元的，结果吃了一肚子的瓜，这也太背德了。不过程婷婷连人伦都不顾了，像她这种人真的能当高考状元吗？哇塞，程婷婷，没想到你还藏着这么深的秘密。只要程小青在，我的交换系统就会出错。难道是他搞的鬼？他的目的就是毁了我高考状元的名声。不行，姐姐，你为什么要用这张情书诬陷我？我知道你一直嫉妒我的成绩比你好，哥哥和父母都偏爱我，可是你也不能这么做，这样我和哥哥的名声就毁了。我陷害你？这情书上的字迹可是你的。模仿自己还不简单吗？我觉得呀，这就是你搞的鬼。
你们今天是重考试卷，我不相信婷婷会傻到把卷子拿成情书。程小青，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既然这样，那反正我的试卷也已经交了，不如考官就批改一下试卷，看看到底是不是满分吧。天哪，这完全不像一个高考只考那点分数的人答出的试卷呐！我马上批改。不行，不能让程小青的试卷被批改成满分，否则我的天才少女名声就毁了。姐姐，这份试卷是你刚才换情书的时候偷的我的吧？姐姐，姐妹一场，我不跟你计较，我们重新比过。既然婷婷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就再重新比一轮。作为当下数学最好的一批老师，我们这轮就比数学，谁也别想作弊。居然还敢跟我比考试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就算你嘴再会说，试卷可不是用嘴答的，是用脑子。你以为离了你，我就没法考到满分了吗？高考状元，是也只会是我。这届出题组表现不错，这题有点意思。这么巧，我也做完了。你自己会做？当然会了，我要交卷。天哪，这是国际数学竞赛才会有人使用的微方程解题方法。什么？微方程解法？我听说好像只有国内的数学家这位李考官会。婷婷一个高中生居然自己悟出来了。姐姐，你用的什么方法？不会跟我一样也是外方程吧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没有我，你连试卷都看不懂，你怎么会和我一样用外方程解法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姐姐，该交卷了，让大家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天才少女。啊，姐姐，你的试卷答案怎么和我的一模一样啊？确实是一模一样，不仅一样，而且答案全对，怎么居然会有2个满分答卷？对呀，可是程小青平时成绩很差，连高考都只考了9分，怎么可能全对呀？程小青同学，鉴于你父母的证词，再加上你高考时候的表现，我不得不怀疑你这份闭卷有作弊的嫌疑。我没有抄袭，还说没有？肯定是你抄的婷婷的。我不是学渣，他才是。程小青，我觉得你精神有问题，你给我回家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哎，可是他在家，婷婷害怕呀。妈没事儿，我认识一精神病院，不然让程小青进去住一段时间。考官，我可以黑板公开写题，自证清白。不行，不能让他在黑板上做出了题目。现在还有这么多记者，我天才学神的人设就立不住了。啊，姐姐，这是你的小抄吗？我知道你接受不了高考只考了几分的事实，可是你也不能作弊啊，这样爸妈以后在海城怎么做人啊？天啊，程小青这个死抄袭狗太不要脸了。嘿，我陈家在海城也算是书香世家，没想到竟然养出这么个不要脸的玩意儿。哎，考官，各位记者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我们这就带着程小青走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，给我走！我的试卷根本没有被交换，他到底是怎么得的满分？难道系统失灵了？本系统才不会失灵，反派没有交换你的试卷，是因为他和你解绑了，可不代表他没有重新绑定别人啊！难怪考试时程天天一直看着考官，怪不得他会用外方程解法，原来他是教会了考官的思考。姐姐，你就放心去吧，家里我会替你照顾好的。程小青，你疯了！姐姐，你都疯成了这样，我不管你缴了我的满分状元宴，只是你要是高考想考高分，可以来问我题目啊，我可以教你，你不要再撒谎了。什么你的满分状元，分数是我的。考官，你听说过霍奇猜想吗？当然知道，霍奇猜想可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数学难题，是近50年来无数顶尖天才为其折腰，却无人能解开，就连我也为此耗费10年心血，也没有解出来。原来你不会啊，那太好了，我会啊。姐姐，你说不会就太好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在嘲笑李考官吗？不用搭理他，他呀，一个井底之蛙而已，压根儿就不知道霍奇猜想的重要性。要是他知道霍奇猜想一旦被证实了，对我大夏的科研，那可是超前10年呢。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其实就是我解开了这个猜想。既然这个猜想如此重要，那是不是只要我解开了这个猜想，就能证明我的清白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就你还能解开霍奇猜想来，那母猪都会上树了。我说你是不是精神病发作了，还在这妄想自己是天才？都闭嘴！陈婷婷，你自己说，你敢不敢比？程小青再怎么聪明，也只是个高中生，怎么可能解开看李考官都不会的国际难题？
你不说话，你要是不改，就承认自己是个抄袭的恶毒蠢货。你才是蠢货！姐姐读书不多，可能不知道，人脑的使用也是有限度的。跟你比可以，但我们能中场休息一下吗？可以啊，但是该做的题你还是要做。居然敢虚张声势挑衅我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啊！姐姐，你为什么绊我？你说我绊倒你？他怎么这么好心扶我起来？你干什么？既然我都已经担了这个罪名，那我不侦办你一下，岂不是亏了？程小青，你疯了！你现在怎么跟疯狗一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要姐姐开心，就算在我的脸上留一道疤也没什么。可是我不想看见姐姐再这么发疯了。明明是她抄我的题，她却非说是我抄她的，她总是诬陷婷婷。妈妈，姐姐是不是不想让我留在程家？婷婷，你放心，你永远是妈妈的女儿，谁也不能把你从程家送走。幸好我刚才及时回来，没想到你这么对婷婷，你赶紧给我向婷婷道歉。妈，你们听我说。别叫我爸，要不是我亲眼看到，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么嚣张跋扈。随你们怎么说，但我没有抄袭，是他抄我。爸，哥哥，你怎么可能抄姐姐的？婷婷，你是我们从小捧在手心上养大的，放心，我们相信你的人品。那你们的意思是说，我不是你们从小养到大的，我人品有问题？我不想说的太难听，我们程家书香门第，自小养大的女儿，怎么可能抄别人一个题呢？就是，婷婷可是我们找无数名师培养出来的天才，而你在孤儿院待了这么长时间，你怎么会做那么多试卷？赶紧的，给婷婷道歉，否则你给我滚出程家！我只有一句话，我13岁被认回程家，在此之前，陈婷婷有得过1次奖吗？好像是没有啊。你现在提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是说你回到了我们程家，婷婷在抄袭你？这人呐，开蒙有早有晚，越晚啊，这人就越聪明。我们家婷婷13岁才开蒙，是天才中的天才，你懂什么？我到程家以后，程婷婷才开始拿奖不断，这么明显的事，明眼人一看就明白，你们却只相信程婷婷是天才，无论我再怎么努力，都得不到你们的认可。那这辈子你们的认可我不要了，我程小青有你们这样的家人，真是可笑。混账！爸，姐姐一向听你的话，她也只是想得到你们的关注，所以才走上了弯路。你不要怪她。程小青啊，程小青，你何德何能有婷婷这样的好妹妹？到现在，婷婷还在替你说话，而你不仅大闹状元宴，还抄袭她。有你这样的女儿，简直是我程家的耻辱啊！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？你平时偷婷婷的东西也就算了，今天是婷婷的状元宴，你这是要闹得家宅不宁啊！到底是谁让家宅不宁？明明是他鸠占鹊巢，明明是他抢走了我的爸妈，抢走了我的成绩，现在还要抢走我的全部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嫉妒婷婷抢走了你的家人，婷婷这就走，把程家还给你。婷婷，你别走。妈，婷婷走了之后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可是婷婷没有其他家人了，我只有高考这一条路。你能不能让姐姐不要再诬陷我了？婷婷，说什么呢？我们就是你的家人。婷婷，你就是我的亲女儿。我看呐，该走的是他程小青。为了养你，竟然要赶走亲生女儿，你可真是个好爸爸。住口！我没有你这种人品低劣的女儿。正好，我也不需要你们这种眼盲心瞎的家人。这么多废话，无非是想让程家承认你。你就这么想让程家的权势和富贵为你自己背书吗？程小青，你也太阴险功利了，你也不好好想一想，要不是你自己上不了台面，我们全家怎么能这样对你？哼，你也不倒一杯水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自己有多少缺点，就你这个样子，还要我们对外承认你？你这是做梦！放心，我不会借用你们程家一点权势。诸位记者，今天请在这里给我做一个见证，我程小青从今天起和程家断绝关系。天啊，今天的瓜一个接一个。孽障啊！从此以后，我们一刀两断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程小青，你是真的疯了吗？断亲？你还把我当你的亲妈妈？那你还把我当成你女儿吗？你女儿只有程婷婷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割袍断义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就是想逼爸妈承认你，
可是你这样也太伤他们的心了。程小青，我没有想到你年纪这么小，竟然如此的恶毒。我们之所以没有承认你，是想你得到改变。等你的脾气好了，我们自然会风光大办。还大办什么呀？心思这么深沉，还想让我们承认你？程小青，你做梦吧！抄袭、偷东西、撒谎，在你改掉这身臭毛病之前，休想让程家承认你半个字。正好，我也不想和你们扯上关系。我还真是期待我走之后，你们的天才程婷婷，天才不在的样子。他解绑，但程小青这么聪明，要是未来做出超过我的成就怎么办？大家都消消气。姐姐，你别怪爸爸妈妈还有哥哥，要怪就怪婷婷吧。他们也是怕婷婷一时间接受不了你，所以才没有及时承认你的身份。姐姐，你别说话了，我向爸爸妈妈替你求情，他们一定会让你回家的。你装什么好人？我一个亲生女儿回家，还需要你一个养女求情？你别太过分了，婷婷处处给你台阶下，你还蹬鼻子上脸，处处欺辱她。妈，姐姐也是一时气火，她心里还是有程家的。程小晴，等你登上头版新闻，身败名裂，无论是程家还是学术界，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地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婷婷还在替你说话。程小青，你要是还想回程家，就赶紧给我道歉！道歉！你要是高考能好好考，读上了本科，即使你品行不端，我们也能为你办个升学宴，公开你大小姐的身份。可惜啊，程小青，你太恶毒了。妈，你别气坏了身子。姐姐大闹状元宴，还抄我的题，也是想洗脱学渣的名声，好让你们开心和骄傲。一个人重要的不仅仅是才学，还有人品。可惜你程小青两样都没有，我们程家就不允许一个只会抄袭、利用我们陈家的权势来招摇撞骗的人。别说了，影响婷婷的心情。婷婷，你以后一定要在学术圈发光发热。好完爸爸给你买辆车。婷婷，你不是喜欢香奈儿吗？哥哥买。这就是我的家人，我的爸爸妈妈哥哥。我就知道，这个贱人从日里回来就喜欢偷，连你高中的试卷都要偷去抄袭。这么多废话，无非是想让程家承认你。你就这么想让程家的权势和富贵为你自己背书吗？我认识一些人民院，不然让程小青进去住一段时间。这辈子你们我都不忘，绝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我。喂，什么？教育局？哎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各位，刚才记者的报道引起了教育局领导们的高度重视，这真假状元之争啊，也引起了广大民众的热烈讨论，连教育局的领导都惊动了。程小青果然是个祸害。现在就是不知道教育局怎么来嘉奖我们这个满分状元的。说不定啊，婷婷还可以保送呢。是的，教育局啊，对10大高校下达了命令，谁是真正的状元，这10大高校的研究院任君挑选，而且国家还会奖励1000万的研究经费。如何验证天才呢？这档案袋里啊，就是教育局刚刚送来的获其猜想的原题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请2位在黑板上作答，以示公正。各位记者呀，待会儿这个闹剧结束了以后，麻烦你们写通告为婷婷造势，让我们全大夏人都知道，婷婷就是一个天才少女。程先生放心，我们早就联系好了，各大平台也写好了通稿，就等程小姐做题了。2位，请吧。婷婷不愧是天才少女。程小青，你看到没有？婷婷连拿笔的方式都这么专业。程小青，教育局的命令我不好说什么，一会儿也老老实实的给我回家。你要是有婷婷一半就好了。那当然了，婷婷啊，又是天才，又这么懂事。你们这么信任程婷婷，我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你们后悔的样子。虽然我有反交换系统，但难保程婷婷不会有其他后招。我就不信，看你能怎么着。哇，你看，看他迟迟都不落败，我
就是的，刚刚的答卷就是抄的婷婷。让2个高中生做霍奇猜想，教育局呀也真是病急乱投医了。就连我呀都不得其门而入，他们要是能写出开头来，那已经是天才中的天才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可是程小青，你连笔都不敢下，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你不想想你刚才说的那些大话，现在汗流浃背了吗？可是我看汗流浃背的分明是程婷婷啊，程小青倒是挺淡定的。可恶，这个李考官不是数学顶尖吗？怎么连这个霍奇都不会？被程小青反将一军，我天才学生的名声今天就要毁了。婷婷啊，可是天才中的天才，这个猜想婷婷肯定写得出来。不过，她为什么会这么焦虑？对呀，婷婷啊，你别被那个程小青影响了，你一定能够写出来的。婷婷，快写吧。我就是在思考而已。程婷婷，也不是天才少女，满分状元吗？怎么这么久还不动笔？你不会是在思考怎么偷走别人的思路吧？姐姐之前抄我的试卷不说，现在还要扰乱我的解题思路吗？不敢啊。不过像你这种天才中的天才，想必已经把霍奇猜想的思路写出来了。不如现在跟大家说说看。哦，我有思路了，原来是这样。姐姐，思路我就不说了，我直接写下来吧。哇，哎，好厉害啊！写完了。天啊，太厉害了！霍奇猜想可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难题，我思考了这么多年，刚刚才想到一点开头。婷婷，你竟然一下子就把开头全部写出来了！婷婷啊，你真是天才中的天才，不愧是我们程家的女儿啊！看来呀，以后海城的各大培训机构都得找咱们婷婷了。那是，我们海城所有的代言都要过来找你。我听说数学界的泰山北斗苏老师最近有收徒的想法，到时候我们亲自去拜访，把婷婷介绍给他。对呀，咱们婷婷是天才中的天才，可不能在海城埋没了。我建议啊，给婷婷拍一个纪录片，让全国的人民都知道她。好，好，我马上回去就拨款。姐姐，不是你提出的要比霍奇猜想吗？怎么迟迟不动笔啊？这么久了，我想姐姐应该也有思路了。不会你连题目都没看懂吧？运用自首表示理论，在志村处上证明了第一次霍奇猜想，为高维情况提供了思路。姐姐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快说出来，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啊！程小青，你不过就是虚张声势，想借着霍奇猜想毁掉我的天才之名罢了。可是今天被彻彻底底毁掉的人是你。你不错。哎呀，我没有听错吧？一个落榜的高考生说我不差。从自首表示理论入手，确实是能够成功解开霍奇猜想的思路之一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，原来是在这里装逼呢。程小青啊，你要是真的有什么思路了，你就在黑板上写出来呀。老师，你别怪他，姐姐避而不答，应该是怕答不出来丢人吧？就是，程小青连题目都看不懂啊！就算他写出来了，也是一些东拼西凑的垃圾而已，看了也是浪费时间。程小青，今天就是你身败名裂的时候。程婷婷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咨询死路了吗？姐姐，你写啊，别害怕，我相信你能写出来的。一个臭学渣还想当众挑战霍奇猜想，真是恬不知耻！让他在这儿是继续给我们海城丢脸吗？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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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然姐姐主动提出要解霍奇猜想，想必她一定很有自信。我们就再给姐姐一点时间，她一定能解出来的。婷婷，她那哪是自信，分明是愚蠢。婷婷，你还是太乖了，竟然相信她真的有解题思路。我看啊，她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天才就是我们婷婷，赶紧结束这场闹剧吧！我要重重的给你风光大办，庆祝你啊解开了这个霍奇猜想，把现场的记者朋友都一起请过去啊！就让程小青在这赖死。谢谢爸爸妈妈。姐姐，你还写吗？
不写的话，我们就先走啦。哎，程小青开始写了。程小青开始写了，快看！这丫头胡乱写些什么？怎么这么多图形？难道她是在画漫画？不对，她是在构建霍奇猜想的流行模型。看第3象限，全是适性类标注，这是黎曼曲面的同空间分解。装什么高深呢？他刚才闭卷跟咱们家婷婷做的一模一样。哼，你看，他竟然在上面画了一个克莱因瓶。他用的是唯一猜想的证明思路。这可是代数几何的圣杯啊！没看见他在构建 MHS 混合霍奇结构吗？程婷婷还说程小青抄袭，我的妈呀，程小青才是神啊！我去，这我得跪下来拍。哈，慢着，这是霍奇猜想的空间层分解，这可是清华数学研究院的苏教授啊！他也来了。不成，程小青真的是个天才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不行，不能再让他继续写了。系统，交换我和李老师的思想。程小青，这根本不是你的思路，你为什么要抄袭程婷婷的？啊，又抄袭？又抄袭？又抄袭！程小青又被考试就抄袭，这姐俩是要把考场闹翻天啊！程婷婷，你还是用了交换系统，我就知道你不会眼睁睁看着我夺走你的天才之名。我早就想好要这么写了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抄我的思路？程婷婷同学，你说这是你先想出来的？苏老师，前世苏老师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，不仅让我加入他的实验室，还经常嘴硬心软的给我塞生活费。可是我们现在应该还不认识，老师会被程婷婷骗了吗？程婷婷，你说这是你的思路，可是你却只写了一个开头。程小青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独自完成了见证2/3，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啊！这就是我的思路。谁主张谁举证，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，证据呢？我是啊，婷婷，你有证据吗？婷婷，你别担心，如果程小青这个臭学渣抄袭了你的，我一定会给你讨回公道。程婷婷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次还怎么狡辩。妈，你看过我研究这个猜想对不对？我？婷婷从来不说谎，她说做过肯定就做过。对，我在家里啊看见过婷婷做过这道题，一定是程小青偷走了婷婷的思路。你可真是程婷婷的亲妈，无论她说什么你都相信她，而我做的再好我都得不到你的信任。就算你是亲生女儿又怎样？程家人相信的只有我。面露得意，这个心性不像是高考能满分的状元。程婷婷同学，你除了有家人的证词，还有其他的证词提交吗？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位就是你的母亲。母亲为儿女撒谎是正常的事儿。再则什么？小同学，你知道卡拉比丘流行吗？皮卡丘。卡拉比丘流行是弦理论中额外维度的几何模型。如果霍奇猜想能够被证实，那弦理论在数学上也随之能被证实。程婷婷同学，连这都不知道，我很难相信你理解过霍奇猜想。居然会是这样啊！哎呀这么说怎么会是抄别人的？苏教授，你不要被程小青骗了，是我先解除霍奇猜想的，我怎么可能不懂？口说无凭，拿出证据。我当然有证据，程小青他只解除了霍奇猜想的2/3，我可以把最后的部分完整的写出来自证清白。程小青，你一个高中生再聪明，你聪明过苏教授，你还不知道我有交换系统。只要保护了苏教授，我一定会赢的。想祸害我们家老爷子，看来你苦头还没吃够。即使短时间内换绑定要扣10年寿命也符合。只要绑定了苏教授，往后我一定会站上学术巅峰，成为万人敬仰的数学新士。拿来吧你！系统，绑定苏教授。敢祸害我家老头子，我要怎么整？恭喜宿主达成恶整反派成就，宿主权限升级，可修改交换系统绑定人。权限升级后，我居然能修改成婷婷的绑定人，但我修改成谁呢？
次一定会扬名立万了。姐姐，你真的要我写吗？要是我解出来了，某些人可要被钉在抄袭狗的耻辱柱上了。是啊，抄袭狗永远都是抄袭狗。好，那我就把剩下的证明都写出来，让你心服口服。哼。只要成为我交换系统的绑定对象，无论是试卷、珠宝还是所思所想，只要我想交换，就是我的。苏教授，把你的证明过程交换给我吧。啊，这，哦，哎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想什么关你什么事儿？婷婷，你怎么可以对苏教授这么没有礼貌呢？苏教授，对不起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绑定的是苏教授，为什么他的大脑里只有阿巴阿巴呀？小哥，前世我沦落街头吃不上饭时，你虽然智力有问题，却总将饭分我一半。你的父母说你很善良，要是智商正常，一定是最好的小孩。今天我帮你实现这个愿望。婷婷，你刚才不是说要写完剩下的证明过程，让我心服口服吗？你怎么不写啊？我只是想再给你一次承认抄袭的机会而已。姐姐，你还不承认吗？那如果你把剩下的证明过程写完了，我就承认我抄你的。你写。想要证明或其猜想，我们只需要按照唯一猜想的证明思路就好。再接下来是，虽然不知道苏教授刚才为什么阿巴阿巴，但只要我说了证明的前半段，肯定能勾出苏教授脑海里的下半段过程。接下来怎么了？只要我们按照唯一猜想的证明思路就好。接下来再是宝宝嘟嘟嘟想拉粑粑，接着拉粑粑。再接下来是宝宝嘟嘟当街拉屎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什么当街拉屎？程婷婷，你的家教呢？你怎么脑子里面都想的是这个？程婷婷，你自己说要做题的，快做啊，别拖延时间了。当街拉屎而已，接下来还有更好玩的。太荒唐了！苏教授60了还犯坑扔鞭炮？不是，这种场合苏教授为什么没想点正事？难道我的交换系统已经被发现了？不会的，交换系统这么隐秘，怎么会有人知道？程婷婷同学，已经很久了，这剩下的1/3的证明过程，你真的会吗？婷婷啊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就别顾及姐妹的情感了，你就赶紧的把这个过程写出来，让程小青啊后悔莫及。对呀，程小青，你识相一点，婷婷一直在给你机会，你赶紧承认你自己抄袭吧。对，赶紧给我滚过来道歉。结果还不明确，你们就想逼人道歉，难道想屈打成招吗？没想到到最后，相信我的仍然只有和我毫无血缘的老师，而我的家人只相信程婷婷。程婷婷，你别狡辩了，你就承认自己是一个毫无真才实学的抄袭狗。程婷婷，自打我回了程家以后，你就抢了我的家人，霸占我的身份，现在还想让我身败名裂，被钉在耻辱柱上。你说什么呢？哪怕你们稍微关心我一点，就应该知道我在孤儿院的时候就得过很多的奖项，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我不可能抄袭程婷婷。是他抄我，是他抄我，那你就把剩下的过程写出来啊！你不是说你会吗？就是啊，快写啊，快写啊！快写啊，写啊！婷婷，你别再心软了，赶紧写下来，让程小青身败名裂。是啊，婷婷，我们从小啊一直好好的宠着你，让你心地善良。我知道你不想让程小青走上绝路，可这个时候，不是你心软的时候啊！走上绝路的不是我，是他。程小青，你就不能闭嘴吗？婷婷已经给你留活路了，你还不珍惜，甚至还处处挑衅，你这是自寻死路！程婷婷，你的洗脑功力还真是了得。既然这样，你快把剩下的证明过程写全，好让我这个抄袭狗走上绝路。要是写不出来，你的好家人该多失望。程婷婷同学，这个证明真的是你想出来的吗？这真的是我的思路。那你倒是写出了后半段。快写啊！快写啊！快写！等什么呢？快写！时间太久，你不会是想说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吧？我靠，婷婷这个表情，她不会真的说谎了吧？我靠，婷婷这个表情，她不会真的说谎了吧？
程婷婷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啊！今天大瓜。难道他真的是说谎冤枉陈小青吗？要命了，陈小青都能解除祸奇猜想了，高考闭卷满分对他来说还不是小儿科。婷婷，你别心软了，赶紧让大家知道程小青才是抄袭狗。对呀，婷婷，别再给程小青机会了，你啊，快点把证明写出来啊！对啊，快写啊！等什么呢？快写啊！快写啊！婷婷同学，你拿出证据啊！婷婷啊，程小青都把你逼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维护他？快点写吧！写啊！写快写吧！写呀！写呀！快等什么呢？写呀！装什么呀？快写啊！写呀！婷婷，你怎么了？写呀！写呀！写呀！写啊！快写吧！各位记者朋友们，现场的观众，婷婷同学忽然晕倒了，此次比赛就此暂停。想争晕？放开他，让我来。婷婷同学忽然晕倒了，此次比赛就此暂停。想争晕？放开他，让我来。趁我壮晕打我，程小青，我一定会10倍100倍的还回来。我可是连上厕所的劲都用出来了，打一下提神醒脑，打2次脑波震荡，这程婷婷还挺能装。好吧，那别怪我。婷婷，婷婷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！妹妹，你醒了？那你赶紧把剩下的证明过程写全吧，不然大家都要说你抄袭了。爸妈，婷婷还是有点不太舒服。你哪里不舒服？我再清醒一下。老师，程婷婷到现在都没有写完剩下的证明过程，那是不是就能说明我不是抄袭的？霍奇猜想是我自己解出来的。程小青，你怎么这么功利啊？家人都晕倒了，还在这证明自己是不是学渣？功利？程婷婷抄袭我、污蔑我就是应该的，我为自己洗清冤屈就是功利，好话赖话都让你们给说了。行了，今天的事儿到此为止。霍奇猜想恐怕是50年都难解开了，这不是一下子能写出来的事儿。程婷婷同学突发恶疾，哎，等到好了再写一遍就是。你们呢，先去医院吧。哎呀，婷婷还晕吗？婷婷别怕啊，今天你能用装病来逃避，可病总会好的。我看你到时候还有什么招数。今天你能用装病来逃避，可病总会好的。我看你到时候还有什么招数。苏老师，苏老师，请等一下。我明明阻止了程婷婷交换试卷，但成绩下来我却只有9分，而她是满分状元，卷子一定有问题。你找我有事儿？苏老师，您是清华学院的学科带头人，我想请您帮我复核一下我的高考成绩。我确实有复核考卷的权利，为什么要帮你啊？我可知道你可是抄袭的惯犯，考试成绩那是一塌糊涂，高考落榜也是自然而然的。那要不这样吧，如果您调查出我的高考成绩确实被人动了手脚，满分状元是我的话，我就加入您的研究团队。你这个小女孩，我可没让你加入我的团队。老爷子还是和前世一样，嘴硬心软。你就这么有把握？程婷婷解不开后面的证明，她可是比你先有思路的啊！不是我有把握，是程婷婷她根本就没有思路，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我这里偷走的。老师，您放心，我只想成为您的骄傲，您相信我。为什么我们明明没见过几次面，我却莫名相信他们？好，我会替你复核考卷，但如果程婷婷这期间做出了霍奇猜想，验证了你确实是个抄袭惯犯，那你要知道欺骗我的代价。好，好，老师您保重身体，长命百岁。这么肉麻，我走了。不许抽烟。这么肉麻，我走了。不许抽烟。秦氏老师是世上唯一爱我的人，但在我加入研究团队后，很快患上了肺癌，3年后永远的离开了我。这辈子我不能再让他重复前世的命运。你说什么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
我这还没说什么你就哭了。我只是看到了老师的烟，我突然就想起了我很敬重的一位亲人，他也很喜欢抽烟，可是他天天抽，天也抽，前2年就得肺癌去世了。老师，你别吸烟了好不好？老师，您长得很像我那位敬重的亲人，我不想让您得肺癌。吸烟也不是就会得肺癌啊！你那位亲人是不是有癌症历史啊？没有病史，我爷爷、祖爷爷都没有肺癌，只是我爸爸喜欢抽烟，他才得肺癌去世的。哎，你爸爸不是还活着吗？干爸爸呀，老师，你不准吸烟了，我不想你变成我干爸爸那样。哎，晦气！哎，不吸了，不吸了，走了。重生第2步，挽回前世失去的亲人，达成。程小青同学，我代表杨氏想采访你。程小青同学，我代表杨氏想采访你。程小青同学，此次真假状元风波已经引起全国性关注，程婷婷指控你抄袭她解题思路，对此你怎么回应？你好，我是护士电视台主持人。听说您多次成绩与程婷婷雷同，并且此次竞赛名次也非常相近，请问你作何解释？谁主张谁举证。程婷婷指控我抄袭她的高考闭卷和霍奇猜想思路，那你们就应该去采访她有什么证据。空口指认，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。听你同学说，你的平时成绩鲜少及格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那你去问程婷婷啊，为什么她一在我就不及格？她缺考，我就满分。教育界重视知识产权，你不怕被起诉吗？该害怕被起诉的是程婷婷。如果程婷婷病好之后能写出霍奇猜想的后半部分全部内容，那我愿意配合任何学术核查。但如果她写不出来，我将对她的诽谤行为进行法律追究。先抄袭高考试卷，后抄袭霍奇猜想，你对程婷婷就没有愧疚吗？你是学神又怎样？大家只会信我，这就是现实。我敢当众写出霍奇猜想证明的全部过程。陈婷婷，你敢吗？真蹊跷，程小青的高考试卷怎么空了那么多题，连选择题也没填。普通高考生就算不会，选择题也能蒙个答案呐。哎，老苏啊，还在琢磨你那未来学生呢，都已经上电视了哦。嘿嘿，你看啊，哎，抄袭人家还敢下战书，现在全网啊都说他是学术跳梁小丑啊，他能有什么水平？就是的，要是真的证明他是抄袭生的话，你这辈子的名声可就要毁了。就知道你们没有看直播。这不，程小青现在解开了2/3的霍奇猜想啊！什么？不可能啊！这怎么可能？60年，整整60年了，2代人都没有解出的数学问题，今年终于圆梦了！哈，不可能，他一个高中生能解开这道题，天才啊！不，他是大夏科技的希望啊！教务处，给我查一下今天真假状元学生的信息，给我订一张去海城的机票，什么时间？现在。到我写证明的时候，要是苏教授还胡思乱想，那我怎么办啊？程小姐，程小青公开表示自己没有抄袭，请问一下你对这件事情有没有铁证般的回应呢？程小姐，程小青公开表示要求您解开完整的霍奇猜想，请问你是否愿意接受挑战呢？这里是全网投票，78%的观众认为您缺乏实锤，请问您何时能病好，公开作答霍奇猜想？其实我身体还有点不舒服。但您曾在状元宴上时，曾言之凿凿说程小青的做题思路是您的，观众怀疑您冤枉了程小青，您不着急证明自己的清白吗？够了！我女儿需要静养，程彦夏，把各位主持人给我送出去。请尊重别人的隐私，这边走。请出去。婷婷啊，现在外面的热搜都说你卖惨博同情，要不先把解题思路写下来，堵住他们的嘴。哥，婷婷啊，现在程小青把那个挑战书下到全国观众的面前，你就先写一点点好吗？哎呀，够了！
没看见婷婷的脸都白了吗？你们还在这催？是我着急了，不过我就是想早一点证明我们家婷婷就是天才，那个程小青，她才是抄袭狗。是啊，婷婷，你就把解题思路写下来吧。苏教授整天想的都是荒唐的事情，根本不想祸及猜想，我怎么写啊？好祸及猜想的后半段，婷婷，你怎么了？我头好晕，好想吐啊！医生，快来！医生，咱们家婷婷是怎么了？根据我们医院做的多项检查来看，病人的身体没有问题。那她怎么头晕想吐呢？是啊，医生，我只要一想到做题就头晕，止不住恶心。这既然没有器官性的疾病，那就要考虑精神方面的问题了。头晕想吐很可能是创伤应激障碍，做题给病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。我建议你们这段时间就别再刺激他了。是这样啊？那谢谢医生了。这个程小青，要不是他，婷婷怎么会得创伤应激障碍？都怪他大闹状元宴。哎，就是，婷婷好好的一个满分状元，硬是让程小青祸害得了病，这以后上大学该怎么办呢？爸妈，哥哥，就算以后我研究不了数学了，只要有你们陪着我就好。哎，咱们婷婷啊，就是善良，但妈不能就这样放过程小青，我这就要让她滚过来给你赔罪。程小青，得意不了太久了，就算我拿不出来证明过程，你的家人、你的高考成绩还是我们的，我依然是高考状元，而你连中专都上不了。爸妈，你们也别太怪姐姐，既然以后我研究不了数学了，那这个天才之名就让给他吧。他要是祸及猜想是他的，就给他吧。哎呀，婷婷啊，这么些年你为了读书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，我们都看在眼里啊。再说了，你更是我们大夏的未来科技之星呢，我是绝对不会让程小青这么毁了你。可是现在外面都让婷婷写证明，婷婷根本做不了题，这怎么办？哎，就是啊，就算婷婷勉强自己做题，万一在考场上应激呕吐了。有了，婷婷，祸及猜想这事儿，哥哥帮你解决，我一定要让那个贱种把天才之名还给你。哥哥，千万不要为了我做傻事。没事，婷婷，哥就给程小青打个电话。是啊，那程小青那么依赖家人，我们把她扔在了宴会厅上，她估计都被吓死了，正等着我们回去找她呢。就是啊，给她打电话，她就是下不来台，估计啊现在正哭着等着我们呢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。好。婷婷好了啊，我们都陪着你。程小青，你现在要是还想回程家的话，就赶紧给我滚来医院。是陈炎夏呀，程家请我分财产，请按一。程家后悔，想跟我道歉，请按二。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情的话，我就挂了。程小青，你敢直呼我的名字？程小青！陈炎夏，你还没被我骂够啊？程小青，我是你哥，你就这么跟我说话？我早就跟你们恩断义绝了。你们那天帮着程婷婷骂我是抄袭狗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你是我哥呢？程小青，你把婷婷害这么惨，你一点愧疚都没有吗？是有多惨？你把医院地址发我，我马上过去。婷婷，你好好休息。你哥哥呢，已经把程小青叫过来了，让他给你道歉。婷婷啊，别怕，他害你受了这么大的创伤，他给你道歉啊，是应该的。什么？陈婷婷给我道歉？程小青，你让婷婷给你道歉？难道要我跟她赔罪吗？程婷婷同学，你说这是你先想出来的？她怎么了？她要死了？姐姐，医生说我得了创伤应激障碍，一想到做题就头晕想吐，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做题了。哦，这样啊，你可是个数学天才呢。你这一做题就头晕，岂不是不能进学术圈了？
婷婷这么一个天才，被你祸害成这个样子，你还不知悔改，赶紧给她道歉。对，快点道歉。光道歉可不行，你还要把全部的后半段证明过程都写上。你还要把全部的后半段证明过程给我写出来。什么？你那个霍奇猜想的解题思路完全是抄袭婷婷的。你现在赶紧把后面的解题思路给我写出来，否则你让外人怎么看婷婷？那外人怎么看我？好一个哥哥，好一个爸爸，好一个家人。你们真的有把我当做家人吗？妈，姐姐脾气一向都不好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她不道歉就算了。原来是在这儿等我呢，我还以为你气出个好歹来，是想用生病当借口拖延做题，没想到你技高一筹，想直接白嫖我的证明过程。你别太过分了，是你给婷婷造成的巨大创伤，导致她做不了题，你给她做是应该的。对，本来就是你偷了她的题。是他抄我。姐姐，你真的要我写吗？要是我解出来了，某些人可要被钉在抄袭狗的耻辱柱上了。是啊，抄袭狗永远都是抄袭狗。孽障！我这，你敢打我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又没说话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打你，我怕折寿，只能打成婷婷了，再也不会让你们任何人欺负我了。爸妈，你们不要为了我和姐姐决裂，她不是故意的。对，程小青，你这种人就根本不配待在我们程家，我们恩断义绝。正好，这程家我也不想待了。程夫人，把我的玉佩还给我，把我的玉佩还给我。什么玉佩？敢打我巴掌，程小青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众叛亲离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姐姐，我知道你离开程家是想拿回一些财物傍身，但这块玉佩是我的，你要是想要钱可以跟爸妈要，可不能抢我的东西啊！你少惺惺作态，抢走了我的家人，我的分数，我的高考状元不说，你现在连我的玉佩都想独占吗？程小青，你疯了？没事吧？你闹够了没有啊？看看打疼了没有？妈，哥哥，我没事儿，姐姐也是高考失利，精神失常，这才财迷心窍，想抢走我的玉佩。你的玉佩，这明明是我15岁的时候打了无数份工，花光所有积蓄换来的。一个玉佩要得了多少钱？你这样跟婷婷斤斤计较，你是不把自己当程家人了是吧？多少钱？这可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妈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啊，我很喜欢。这是妈第一次抱我，好幸福啊！妈妈一定会好好保存的。这就是你说的好好收藏。婷婷喜欢，我就给她。况且啊，这么多年，婷婷也把这玉佩保存得好好的，你干嘛小题大做呀？婷婷喜欢，我就给她。况且啊，这么多年，婷婷也把这玉佩保存得好好的，你干嘛小题大做呀？就是这块玉佩，也就是几千块钱的东西，难得婷婷喜欢它，你就让她不行啊？凭什么要我让着她？就因为我是老大吗？就因为她是你们从小养到大的，而我是流落在外的？抢妹妹的玉佩，简直是难登大雅之堂。还好我们程家没有公布你的身份。这玉佩的钱是我出的，现在变成了我抢她的玉佩。你从孤儿院出来的时候1分钱没有，谁知道这钱是从哪儿来的？爸妈，姐姐素来爱偷我的物品和钱包，我都已经习惯了，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和她决裂。我怎么可能偷你的东西？你信口开河！爸妈，要不然我还是把玉佩送给姐姐吧。婷婷，别怕，我们养了你10几年，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品。你不光偷了婷婷的钱，还想抢婷婷的玉佩。程小青，我知道，婷婷是我们全家倾尽所有的教育资源培养出来的天才学神，而你只是一个学渣，你嫉妒她是正常的，但是你这种嫉妒只会毁灭你自己。我看你还是早点离开这个家吧。为了养你要赶我走，这就是我的爸爸，我的哥哥，我的家人。无论我做的再好，你们都把我当作孤儿院来的一个小偷。
你们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做过你们真正的女儿。哼，既然如此，你们的认可我也不要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既然如此，你们的认可我也不要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份断亲协议签了以后，我与程家再无瓜葛。断亲协议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程小青，你这是故意把我们程家往风口浪尖上逼呀！明明就是你们先想断亲的，只要把我踢出程家，你们程家就只会有程婷婷这一个宝贝女儿，你们就再也不用担心我会偷东西。姐姐，你别说气话，你才是程家的真千金。你要是容不下婷婷，婷婷走就是。要走就走啊！怎么不下床？你这不就是故意拱火，装给大家看吗？我只是想跟爸爸妈妈告完别再走。婷婷乖，来，你永远是我们程家的孩子。婷婷这么善良，你一直污蔑婷婷也就算了，我看你就想用断亲协议威胁我们，把婷婷赶出程家。我这一辈子光明磊落，怎么就生出你这样阴险歹毒的女儿？好，我签。好，签了这份协议，从今以后我们一刀两断。哎呀，老公啊，你怎么真签呢？小青才刚刚读高中，她有些叛逆，骂她两句就算了，你为什么要真签这个协议啊？她有些叛逆，骂她两句就算了，你为什么要真签这个协议啊？哎，小青，你去哪儿？让他走，就他这个分数，离开了我们程家，他要饿死在街头。我去填志愿。我没有听错吧？高考9分还填志愿？婷婷同学身体好些了吧？是，我要填志愿。就你那点分数，还填什么志愿？野鸡大学都不会要你这种垃圾的。老师，你说话太过分了。谁说读大学是人唯一的出路？姐姐有手有脚的，可以去工地打工啊。是家门不幸啊！我看你啊，也别浪费时间填什么志愿，早点去搬砖吧。谁说只有高考才能上大学？我告诉你们，没有高考成绩，照样可以上名校。他说的这么自信，难道这个学神还有什么后招是我不知道的？姐姐说的名校是清北、厦大、复旦吗？名校可不是这么好上的。你还上名校？你上个中专都勉强，你也不看你那点分数，上名校，你配吗？配不配是他们该考虑的，而不是我。哎呀，我都听不下去啊！程小青啊，你还能再扯一点吗？你们说程小青是不是在故意装疯卖傻，不想离开我们程家？小青，我们怎么可能真的忍心赶你走呢？要不是你高考落榜，又要抢婷婷的玉佩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呀跟他们道歉鞠躬吧。不是你们赶我走，是我不要你们了。至于名校，你们不认可我，是你们蠢，自有人求着我上学。什么？曹教授要来看程同学？哎呀，婷婷同学呀，要提前恭喜你了啊！这个曹教授啊，可是大夏目前最顶级的数学教授之一了。你以后要是跟了他呀，那可是前途无量啊！老师谬赞了，没有学校就没有婷婷的今天。真是好孩子啊！程小青，填志愿不是玩游戏，就你考那9分啊，也就只配啊上这些学校了。这些中专呐，你看看找个分数最低的填了吧。程小青，你可别侮辱清北大学了，那种地方只属于我们婷婷。程同学都不用报考，刚才电话里也说了，今天除了曹教授以外，还有青藤、北大、复旦、交大等10多所高校的负责人呐，都在赶来的路上，都是为了程同学。这清北、交大、复旦都在找婷婷的路上，咱们家列祖列宗终于显灵了。妈，我只要一入学，我就申请米国最厉害的哈佛学校去做交换生，拿绿卡。程小青，像你这种只会口嗨的废柴呢，
只适合在工地仰望我们婷婷。谁仰望谁，还不一定呢。别胡说了啊！我看呐，你的志愿也不用填了。别胡说了啊！我看呐，你的志愿也不用填了。没有一所高校愿要你这种学生的。你们怎么确定这些高校要找的程同学是程婷婷，而不是我？哎呀，错不了，程同学就在这儿。哎，刘教授，老曹，我还以为我跑得最快呢。你们不是说瞧不起我这个未来的徒弟吗？现在全网啊都说他是学术跳梁小丑啊，他能有什么水平？就是的，要是真的证明他是抄袭生的话，你这辈子的名声可就要毁了。就知道你们没有看直播。这不，程小青现在解开了2/3的霍奇猜想啊！什么？不可能啊！这怎么可能？60年，整整60年了，2代人都没有解出的数学问题，今年终于圆梦了！哈，不可能，他一个高中生能解开这道题，天才啊！不，他是大夏科技的希望啊！教务处，给我查一下今天真假状元学生的信息，给我订一张去海城的机票，什么时间？现在。怎么来这里想跟我抢人呢？你小子，沈同学可是大夏的全国人才，不如跟我们交大。哎，你们在这里争起来像什么样子？还有点教授的体面吗？要不我们一起进去吧？啊！哎，老曹，跑那么快干嘛？等等我们！哎，这好啊，你们2个玩阴的，跑步我还比不过你们吗？你们怎么知道这名校要找的程同学是程婷婷，而不是我呢？找你去学校里捡垃圾。婷婷可是听说清北大学连清洁阿姨高考都要500多分呢。姐姐，你高考只有9分，到底找的是谁？等各大高校的负责人到了，自有分晓。程小青，你还觉得丢人不够多吗？要是我说的是真的呢？好啊，那咱就赌一把。我今天程岩夏就把话放在这儿，要是他们来找的是你这个9分的学渣，我程岩夏就吃屎。哥，请不要为了我置气。婷婷，可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让这个学渣侮辱你，还抢了你所有的东西？废物，你敢赌吗？程岩夏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要是这些高校找的人是程婷婷，那自此以后我不再动笔，远离学术圈。放弃学术，正好我让你跌入泥潭，永不超生。姐姐说的放弃学术是开玩笑吗？我说1不2。既然赌，算我一个。像你这种只会作弊还不知悔改的抄袭狗，10大高校要是来找你的话，我从此退出教育界。陈小青，我们可都赌了，来找你的人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陈小青，我们可都赌了，来找你的人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我先来的。程同学在哪儿？老师来找你了。哪位是程同学？我先到的。程同学上我们学校，教授们都来了，你快去好好表现啊！教授们好，我是程婷婷。程小青在哪？我有事儿找他。你们真是来找程小青的？你们到底是谁啊？交大数学系主任，青藤数学教育中心负责人，北大副校长。夫人，我是不是听错了？他们真的是来找程小青的？难道程小青才是真正的天才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绝对不能让程小青被各个高校的教授录取。你们好，我是程小青的高考考官，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？如果姐姐欺骗了你们，我可以替她向你们道歉。我是程小青的父亲，他从小就爱撒谎，老说婷婷考试的成绩都是他的。我是程小青的父亲，他从小就爱撒谎，老说婷婷考试的成绩都是他的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？如果是，怎么会如此恨我，不惜诋毁我，来捧你们的养女？你闭嘴！各位教授，我是程小青的妈妈，她撒谎成性。各位教授是不是被蒙骗了？她高考成绩才9分，这位才是满分高考状元。假如霍奇猜想真的是程小青做出来的，那高考分数是无法衡量他的天赋，请各位不要暴露自己的见识短浅。何况程小青的试卷
是有问题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位先生，你刚才说是程小青的考官是吗？是啊，我重新检阅了程小青的考卷，发现里面有很多蹊跷之处，麻烦你配合一下教育局的调查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程小青就应该考那些分儿。婷婷，你快解释解释啊！哎呀，试卷有问题？难道程小青考了不止9分？刚刚考官说让婷婷解释一下，这是为什么？该死的考官，连这点事儿都做不好。应该是考官对姐姐心存偏见，所以把姐姐的卷子给改了。程婷婷，我看你说话中气十足，想必病情是好的吧？既然各大高校的教授们都在，不如你就把霍奇猜想的证明写全。教授们都在，不如你就把霍奇猜想的证明写全。要是他能把霍奇猜想的证明写全，我就立刻道歉并承认抄袭。婷婷，我们都在，就赶紧写出来吧。高校负责人都在，你就写出来，说不定以后还可以跟教授他们学习呀。我根本不会做题，怎么办？装病，还是没能力写？他这是创伤应激障碍，你这是故意刺激他。是你们执念于他的天才，把我钉在抄袭者的耻辱柱上。霍奇猜想的后半段，看来是解不开了。苏教授做梦就卡在了这最后一步，都成了心病了。教授，把笔给我。传统思路都是从3维入手霍奇猜想，但如果我们跳出3维局限，从高维空间重构拓扑逻辑，他开始写最后的证明过程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这最后一步是不成立，这颠覆性结论怎么可能不成立呀？霍奇猜想怎么可能不成立呀？我就说嘛，程小青一个学渣会解什么题？不过是虚张声势，唬住了教授他们罢了。程小青，你平时招摇撞骗也就算，怎么能够在霍奇猜想上面撒谎？你看看你把苏教授他们都气成什么样子了？对呀，小青，你不想读书也就算了，咱们婷婷可是要读名校的。对，赶紧道歉。看看这副嘴脸，还真庆幸我脱离了程家。孽女，道歉，住口！谁允许你们对一个天才大呼小叫的？天才，我没有想到，花了毕生的心血研究课题，还比不上一个高中生的见地。我不是生气，我是伤心呐！没了霍奇猜想，大夏科技，未来怎么办呢？老师您别担心，后人总能在前人的基础上站得更高。也许过不了多久，就会有天才提出新的想法，让大家的科技进步50年。是我太悲观了。程小青，你说的这个天才是不是你自己？难道你有了新猜想？记得前世这时候，哈佛的校长正带着研究团队来大夏，以交流之名挖掘大夏的人才，偷窃大夏的科技成果。各位教授，关于霍奇猜想，我们可以内部讨论。我担心公开之后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程同学，跟我们回去，我还有些问题想请教你啊。那就谢谢教授了。正好我和程家恩断义绝，也没有住处。程小青，你真的要和程家断亲吗？程小青，你真的要和程家断亲吗？断亲协议都签了，难道我解除了霍奇猜想，你就想反悔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房间一步，我就收回程家给你所有的东西。你就算是一个天才又怎么样呢？没有了程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爸，你就让他走，省得留在这气我。可是姐姐一直在程家娇生惯养，这样流落在外得受多少苦啊！让他出去受点苦，不然怎么知道我们程家的好处？婷婷，不用担心，程小青从小就依赖家人，过几天就哭着回来了。婷婷，你好好养伤，早日解除霍奇猜想。等他求着回程家的时候，就是他道歉的时候。通知下去，把程小青的补习班还有名师全部给我停掉，把他的生活费也给停了。可是程家就没有给小青小姐报过补习班，给过生活费。倒是婷婷小姐从小到大有很多名师辅导，每个月200万的生活费。
小青小姐确实是没有啊，怎么可能呢？你是说她回来这么多年，我们程家什么都没给她吗？你是说她回来这么多年，我们程家什么都没给她吗？啊？什么？程小青13岁就回了程家，在这期间，我们怎么可能没有给过她任何生活费啊？怎么可能啊！就算我们再不喜欢她，程家这么富裕，怎么可能连生活费都没有给过她？我想起来了，我真的没有偷东西。哎呀，这条项链就是从你书包里搜出来的，你还不承认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小偷。你还不承认？既然你这么会偷，你的生活费就停了。反正你自己会偷，是因为小青老是偷东西，我就停掉了她的生活费。那她后面靠什么生活？据我所知，小青小姐会捡些可乐瓶去卖，寒暑假发传单，做家教，一天做好多份工。不对劲，就算没有生活费，我们程家每年的节庆礼物有上百万，她怎么可能靠捡瓶子去生活？是啊，而且她老是偷婷婷的项链和珠宝，怎么可能没钱到去捡瓶子？她就是故意在膈应我们，想给我们程家脸上抹黑。这个妆怎么这么会演戏？可是小青小姐住的地方根本进不了程家，她怎么可能偷东西啊？她不是住在3楼吗？3楼是婷婷小姐的房间，那她现在住哪儿？那她现在住哪儿？怎么带我们到垃圾房来了？不会告诉我，程小青就住这儿吧？满屋都是垃圾，怎么能够住人？这里又冷又臭，怎么住人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小青小姐捡回来，没吃饭的时候用来充饥的。她就吃这个烂菜叶子。我们程家在海城也是书香门第，不说富可敌国，起码也是锦衣玉食。我的女儿就住这个地方，要靠垃圾为生，还要吃这些烂菜叶。小青一直住在这里，我们都不知道吗？程家那么多别墅，她怎么会住在这儿？是谁安排的？是老爷您呐。谢谢爸给我准备的舞蹈房、画室还有游戏房，你真好。只要婷婷喜欢就好。爸，我能换个房间吗？换什么换？你的房间不是好好的吗？我看你就是看不惯婷婷，她有什么你都想偷。是我没有让小青换房间，那现在程小青到底在哪儿啊？小青，你回来了。小青啊，你回来了，回来就好。小青啊，之前是我们陈家对你不好，以后我会补偿你的。谁说我要回家？我只是来拿我的东西的。程小青，爸妈都跟你道歉了，一定要这么绝情？这只猫，我想起来了。哥哥，我害怕猫。不怕，不知道哪来的野猫也敢抓伤你。婷婷，我错了，我求你们不要杀我的猫，它已经10多岁了，和我一起长大的。一只猫而已，杀就杀了。你要是觉得那只死猫比家人重要，就给我滚出程家！你就是这么对她的，赶紧给你妹妹道歉！我不是她妹妹，我们早就断亲。我知道，我们一直都亏欠你，只要你认错，你就回来吧。是我亏欠你，小青，你就跟我们回家吧，我们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。你们不觉得现在说这些话有点太晚了？爸妈，我收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了，现在哈佛的校长还要来家里找我呢，我们快去吧。啊！哈佛，前世程婷婷便是加入了哈佛实验室，一直不断窃取大家的科技成果。哈佛，前世程婷婷便是加入了哈佛实验室，一直不断窃取大家的科技成果。
是谁解开了霍奇猜想？你调查清楚了吗？归校长，我们动用了哈佛最大的力量调查，最终确定解开霍奇猜想的程同学就住在这里。好，这样的人才，我要亲自请回到哈佛。真的？哎呀，哎呀，你看看啊！哎呀，我们家婷婷啊，真的被米国的哈佛大学录取了。你说的是那个米国顶尖学府哈佛？对，没错。你看，真是没想到啊！婷婷虽然得了创伤应激障碍，还是被哈佛录取了，还是哈佛啊上门录取的。这可是教育界独一份儿啊！程小青，你做出了霍奇猜想的资料，被各位教授看中了你。你在哈佛面前什么都不是。姐姐，不恭喜我吗？我为什么要恭喜你？这是什么好事？程小青，你怎么说话呢啊？虽然我们程家对你不好，但是你也不要把火撒在婷婷身上吧。就是啊，婷婷现在呀可是哈佛的学生。你虽然剽窃了婷婷的想法，做出了霍奇猜想，但是你终究还是个普通的学生。这就是你们说的不成吗？哎，别吵了，哈佛的人已经到了，咱们赶紧下去吧。对，快！姐姐，你嫉妒我的话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在哈佛校长面前大闹哦，那会让你丢人的。程婷婷，我们之间的矛盾算内部矛盾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你如果真敢投向哈佛，信不信我？校长您好，我是海城陈家的创始人。李秘书，真假状元闹得沸沸腾腾，你确定没找错人？校长请放心，我调查了海城一中2位陈同学的所有成绩，程小青同学高考9分，程婷婷高考满分。解开霍奇猜想的到底是哪一位？能够解开霍奇猜想，我想肯定不会是个学渣，所以属下认为，真正的天才就是程婷婷。程同学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今天终于见到你真人了。之前您解开霍奇猜想的事儿，令人印象深刻，真是天才中的天才。又是为了霍奇猜想而来，但不管了，录取通知书都发给我了，难道还能收回去吗？哈佛果然是为霍奇猜想而来，程婷婷，我看你要怎么办？校长没有赞了，我只是想出了霍奇猜想的2/3而已。2/3，太好了！那陈同学方便把霍奇猜想写出来，让我们学习一下。婷婷，还不赶紧的把完整的解题方案拿出来给我们校长看看。我还有点不舒服。啊，不舒服吗？没关系，之前我看新闻说你只用半小时就解决了霍奇猜想的2/3。这里正好有台电脑，让我们重新重现一下。重现还不简单？虽然我已经不记得了，但苏教授的脑子里肯定有，我直接换过来不就行了？既然校长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重现一下吧。程婷婷，米国人都看着呢，你可不要丢我们大夏的脸。姐姐，我怎么会丢人？还是说你想试试？程小青啊，你一个差生还给高考状元上课了，你别跟我说话了。程婷婷，我劝你还是不要轻易出手。这米国人的电脑里呢，有许多插件，如果答案一旦答对了呢，会立刻被哈佛实验室窃取；如果答错了，你岂不是丢了我们大夏的脸？这些他怎么知道？程小青，你现在在这里说这些干嘛？你是想破坏甜甜在校长心中的印象吗？你要再这样捣乱，你就给我滚出去！甜甜在校长心中的印象吗？你要再这样捣乱，你就给我滚出去！苏教授，程小青都跟着你一起讨论，你现在肯定满脑子都是霍奇猜想。来，让我交换一下吧。
嘿嘿，鞭炮丢进厕所里，炸了大家一身米田共，真开心。嘿嘿，这个苏教授怎么整天都在炸厕所啊？这一点正事都没有啊！怎么突然提了一个苏教授？什么意思啊？炸厕所？我刚才做题做的脑袋有点晕了，随便说了个冷笑话。有点冷吗？是这样啊，那快坐吧。听校长的意思，他们根本没见过完整的霍奇猜想，那我就随便写点，反正他们也看不出来。哎呀，真厉害呀！不愧是婷婷啊。完成了。乱写一通的公式，你就这水平，还敢说我抄你？这就完成了。是的，校长，我写完了。姐姐，你刚才说让我别丢人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写完了，以后我就是哈佛的高材生，而你无家可归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啊，灯怎么忽明忽暗的呀？哎，快看，电脑好像出问题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啊，灯怎么忽明忽暗的呀？哎，快看，电脑好像出问题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呢？这是怎么了？网络怎么崩溃了？什么？网络崩溃呀？那要是网络崩溃的话，我们海城要损失几千亿呀！什么？校长，你不是说就要让我重现一下霍奇猜想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作为全球最高级的数学研究室，电脑中确实配备了木马检测系统，只要答案不对就会爆发。只是我对程同学信心满满，因为你一定能写出霍奇猜想，也没有提前告知。校长，你是故意的。千里迢迢而来，没想到我找的竟是个废物。你是在质疑一个高考状元？如果这就是你们大厦的高考状元，那你们的未来真是令人担忧啊！你别太嚣张了，你真以为我们大厦无人吗？连你们高考状元也不过如此，什么解开霍奇猜想？我看你们是博人眼球罢了。秘书，我们走。要是校长回去了，大厦的名声可就完了。是吗？那让我来吧。就他，不行，要是真让他在哈佛校长面前解开了霍奇猜想，哈佛肯定会把我的通知书给他的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一向很嫉妒婷婷，但是哈佛校长在这儿呢，你要是解不出来，丢的可是大厦的人，我怎么能让你害了大厦呢？丢大厦脸的人是你，现在我在帮你收拾烂摊子，滚开！程小青，你别太自以为是了，一个高考的落榜，还有给高考状元撑场面，你配吗？要不是我不想在米国人面前丢脸，你们程家的事我才懒得管。老公，你就眼睁睁看着程小青再丢一次人吗？虽然程小青偷袭婷婷的答题，这闭卷难度非常高，你们啊有了解题思路以后再下笔。我记得闭卷的物理最难，也最能拉开分数的差距。既然这样，我就用命题人视角反推，多维拆解法，时间折叠策略3种方法，快速又准确，保证满分。我看陈婷婷要怎么办。但是他能够记住的话，不如让他去吧。只剩下15秒，无论谁来不及了。这个陷阱是比尔先生苦心设计的，如今还没有人能够解开，何况你还是个别人口中的学渣。多话，把电脑给我。哎，婷婷，快给他！这程小青怎么好像真的会代码？谁知道他是不是装腔作势啊？高中毕业的，怎么可能什么都会呀？不管你是谁，哪怕是比尔先生，都不可能在15秒钟解开陷阱。哎，好像程小青真的成功了。我们海城的经济保住了呀！哈哈，网络恢复了。你怎么办的事儿？让你给我找天才，你给我找一个水货。你果然才是我们要找的那位程同学。霍奇猜想也是你写出来的吗？你怎么这么笃定是我？啊，你有一种站在世界之巅的感觉。
严重了。倒是你不远万里而来，确实让我意外。为了你这样的天才，一切都值得。哈佛录取通知书1份，现金10亿，五宝产权移动，哈佛诚邀程小青同学赴米发展。这些都是给我的。当然，而且这还只是见面礼。客气，不愧是顶级名校哈佛。程同学，如果你考虑好了的话，只要在这份文件上签字，你就是我们大米国的公民了。我确实缺钱，这些东西也确实挺吸引人，但是我不稀罕。程小青，你别太过分！哈佛给你面子，是因为你解除了霍奇猜想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霍奇猜想明明是我想出来的。校长，我替姐姐向你道歉，她不该冒认我的思路，拒绝您的好意。我对赴米发展很有兴趣，希望我们以后能和谐相处。程婷婷，你不会还想说我的思路是抄你的吧？哎呀，程小青呐，虽然你可以用代码解除一些网络的危机，但是你当初抄袭婷婷那些解题思路的时候，大家都是看到的。所以你们到现在都认为是我抄袭的程婷婷，就因为她高考满分，我高考9分吗？那自然是啊，那婷婷是高考状元，她就是天才。而你从小处处偷婷婷的东西，而且成绩还差，要我怎么相信你呢？谁说程小青是学渣的？程小青才是真正的高考满分状元。谁说程小青是学渣的？程小青才是真正的高考满分状元。什么？程婷婷，教育局的调查后发现，你串通李考官完成程小青的试卷作弊。李考官已经被判了10年，早在监狱里面蹲着，而你去牢里陪着他吧。我没有作弊，爸妈，你们救我！把他带走。什么？原来我一直错把你一块当宝珠。小青，我们错了。哥哥错了，哥给你道歉，哥给你下跪。救我！爸妈，夜里姐姐偷走了我好不容易研究出来的可控核反应电池，我一时心急想开车追上她，这才不小心擦到她的。我就知道，这个贱人从日里回来就喜欢偷，连你高中的试卷都要偷去抄袭。这个小偷当初就不应该把他找回来。婷婷，我们赶紧进去，让程小青就在这自生自灭。走。我没有偷东西。我陈家在海城也算是书香世家，没想到竟然养出这么个不要脸的玩意儿。哎呀，考官，各位记者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我们这就带着程小青走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，给我走！我的试卷根本没有被交换，他到底是怎么得的满分？你们现在知道错了。知道。晚了，我现在有了更好的家人。不许抽烟。其实老师是世上唯一爱我的人，但在我加入研究团队后，很快患上了肺癌，3年后永远的离开了我。这辈子我不能再让他重复前世的命运。你说什么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这还没说什么你就哭了。我只是看到了老师的烟，我突然就想起了我很敬重的一位亲人，他也很喜欢抽烟。可是他天天抽，天也抽，前2年就得肺癌去世了。老师，你别吸烟了好不好？老师，您长得很像我那位敬重的亲人，
我不想让你得肺癌。吸烟也不是就会得肺癌啊！你那位亲人是不是有癌症历史啊？没有病史，我爷爷、祖爷爷都没有肺癌，只是我爸爸喜欢抽烟，他才得肺癌去世的。哎，你爸爸不是还活着吗？干爸爸，叶老师，你不准吸烟了！我不想你变成我干爸爸那样。哎，晦气！哎，不吸了，不吸了，走了。无上的未来